那一年其实台股是大多头照理说应该绩效很好吧？那这档基金的经理人也太烂了吧？他竟然给我负值傻眼，真的爆傻眼，真的傻爆眼啊！我的天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兹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投资理财方面的一些心得。那从新鲜人到中年大叔也快10年了哦。那这几天我也碰了蛮多投资商品的，或许我的经验能够让大家参考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避免成为市场中的韭菜。那今天呢，我先来谈谈我以前买过的投资型保单。那在2012年的7月，想当年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，就读夜间部。我除了家里有资助以外，我还找了一份工作来兼职。那个时候我也大概存了快10几万块吧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就去当兵了。那时候23岁，我退伍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踏入了职场。那月薪大概只有21K 哦，那个时候的薪水真的不高。于是呢，我就对投资抱了有一丝希望，总感觉可以透过投资致富呢。只是我对投资的事情一无所知，我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得知一些经验。在2012年11月的时候我在职场上工作也一段时间了，有一位当兵认识的朋友，后来去了寿险业。然后也常常向我推荐保单。起初呢，我对保险业务也是有点抗拒的，但是他一直跟我寒暄问暖，然后约喝咖啡啦，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把他的保单推出来给我看。那其中呢，有个储蓄险，然后还有外币保单。他提到的储蓄险声称可以终身领取4%的利率。4%我查了一下那个时候的台湾银行利率那时候活存利率只有 0.17% 吧，然后定存利率最短1个月 0.8%， 那最长有3年，3年是 1.445%。看起来保单的利率真的很多，比银行高很多。不过呢，我有2个原因不喜欢这种保单。首先呢，资金会被锁20年，20年你能想象20年后多久了？比起定存的期限还要更久，我怎么能够确保未来是不是有什么急用还是什么的？那其次呢，我不喜欢被动的投资，这个和我当初想要做投资的期待是不太相符的。那我最近也去上网查了一些分享，然后发现实际报酬可能只有2%不到哦，而且更短期的甚至还更低，其中包含太多内扣成本，比定存还惨。那投保的人就可能越存越穷了。然后另一款保单是美币的外币保单，它是声称说可以享有6%的利率，而且还跟我说明年可能会涨70%了。我是不太相信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对汇差也没有很了解，所以就没有进一步的探讨这个选项。那到了2013年的10月那个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就又被那个朋友约来喝咖啡了。那个时候的朋友他转到另外一家寿险业工作，那又跟我推荐了一款保单。那这个叫投资型代操保单，保单是标榜做投资的。那于是呢，我就开始正视这一张保单。他用了 Excel 表计算着它的年化报酬率，年年有7% 什么什么的复利，然后并且跟我展示资产的累积金额，每一年都逐步的增加，然后跟我谈到退休计划，很弹性什么的。那时候还帮我办了一张信用卡，说每年可以用它来支付保单的费用。那一方面可以养信用，一方面又可以做投资。那于是呢，我那个时候就购买了那一张投资型保单，然后是年缴12万，我是一次性缴半年6万。不久后，他那时候寄来账单，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保单价值只有2万3左右。这时候让我措手不及，他跟我说保单前置费用竟然要到18万，
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，被话术了，原来我忽略了它的前置费用。后来我仔细计算啊，那个前5年就是在缴费用，那第1年呢就是缴 0.6%， 第2年就缴 0.5%， 第3年缴 0.3%， 然后第4、第5年呢缴了 0.05%。那这个算了个算，起码就5年了，你前5年就全部都在缴费用，这样子的话还没赚钱就先亏了 0.4%然后每年至少要达成4%的年化报酬率才有可能回本。然后他就跟我说啊，他年缴24万的，要对他很有信心。可是呢，我还是一直怀疑着，一直挑战着他。那当时呢，他跟我搬出一个叫张家明的文章啊，那鼓励年轻人趁早投资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也是被他糊弄了一下，然后就买下去了。那这中间我试图拿那个保本型的保单去做比较啊，但是其实都有好坏，也都被他圆滑的解释过去了。那于是呢，我才搞懂这个保单就是投信的基金去代操这个市场买卖股票，然后绩效就减去它的内扣费用才是盈余。那2014年12月的时候啊，隔了1年，这个人寿就被合并了。那原本我也不以为意啦，然后就开始发现它那个负绩效的状况就发生了。那一年其实台股是大多头照理说应该绩效很好吧？那这档基金的经理人也太烂了吧？他竟然给我负值傻眼，真的爆傻眼，真的傻爆眼啊！我的天啊！然后我就吓破胆，就直接退保单。那后续呢，就跟他说终止契约啊，也是跟我3推4拖的。那最终呢，我是真的有停止这个投保啦。最近我去上网查我那个投保的基金啊，就好像是停在2018年吧。2018年有没有消失我是不知道啦，或者是下市了，所以经历了这些啊，我发现这些保单的风险，那买的时候真的必须考虑得很谨慎哦，因为通常会有很多的前置费用跟手续费用，那在期限内解约100%绝对亏损的啊。那一旦基金倒闭还是解散呢，我是真的没想过这个会怎样处理啦。总之呢，投资与保险就是个2件事嘛。就投资归投资，保险归保险。投资的时候不要掺杂一些保险的东西啊，买保险就是要选择有保障的啊，像是意外险啊，还是医疗险、重大疾病险等等的，千万不要信了业务员的多高报酬什么什么的，他都会避重就轻啊，都不敢跟你讲他们会多收什么费用，所以站在投资者的角度，绝对是输家啦。不过我也蛮感谢他的啦，他让我这个投资小白开启了突破口。不过呢，我也缴了一笔学费。那希望我的经验能够让大家有所警惕。如果有其他一些遭遇或是其他看法，欢迎在下方跟我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本集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点个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至于下一集呢，还会有这个朋友。那感谢收看啦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。